哈喽，各位好啊！今天咱们要来聊中国15个世界第一，这可不是随便吹牛的街头小道消息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全球 No.1。从天上到地下，从科技到买，中国这波操作简直就像开挂，猛到让全世界都得喊666。想知道哪些领域中国直接称霸全球？记得订阅加点赞，快系好安全带，我带你一口气看完这盘满满的中国骄傲大餐。第15名，全球最长跨海大桥。这桥可不是盖的，全长55公里。港珠澳大桥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，连接香港、珠海、澳门，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串成一条龙。想象一下，开车从台北到台中大概才100多公里，这桥就已经占了一半的距离，够夸张吧？这桥不止超长，还得对抗台风、海浪、深海地质，复杂到让人头皮发麻。光是海底隧道就有6.7公里，沉管技术全球遥遥领先，工程师们得像玩拼图一样，把一根根巨型管子精准沉到海底，误差不能超过几厘米，简直是神操作。桥的两端还有2个人工岛，硬生生在海上造出来的，这可不是堆沙堡，每座岛都得稳如泰山，抗得住海水的冲击，设计巧妙到让外国专家都直呼不可思议。港珠澳大桥不只是交通神器，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命脉，货运、旅游、商贸往来全靠它。香港到珠海的车程从3小时缩到45分钟，省下的时间够你喝杯真奶再追忆几句。建桥时还得保护白海豚，生态监控做到滴水不漏，工程团队用高科技确保环境不受破坏，展现了中国建得好也要护得好的硬实力。这桥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，而是中国基建实力的象征，全球看了都得竖大拇指。下次去香港玩，记得开车上桥，感受一下这世界第一的霸气。第14名，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。这天眼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全名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，也称 FAST， 坐落在贵州平塘县的喀斯特洼地，直径500米，接收面积等于30个足球场，堪称宇宙监听神器。这望远镜大到啥程度？如果把它装满水，能让全中国14亿人口每人喝上2大碗水。它的反射面板由4000多块三角形组成，每块都能精准调整，像个超级大锅，专门捕捉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。天眼的灵敏度是全球第2大望远镜的2.5倍，能听到130亿光年外的信号，简直是要给外星人发微信的节奏。他发现过脉冲星，探测到快速射电暴，帮科学家解锁宇宙的终极秘密。为啥建在贵州？因为那儿的喀斯特地形像个天然大碗，屏蔽外界干扰，安静到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建的时候还得保护当地生态，施工难度堪比在月球盖房子。天眼不止中国独享，还开放给国际团队，全球天文学家都排队申请使用，堪称宇宙研究界的流量王。这天眼不只是科技的巅峰，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超级利器。全球天文圈看到它都得喊：中国，你这也太猛了吧！第13名，全球最快高铁。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，连接北京和上海，运营时速高达350公里，堪称陆地飞行器。这速度快到啥程度？从台北到高雄不过300多公里，京沪高铁跑个来回，你可能还在车站买咖啡呢。最高试验时速一度飙到486公里，全球高铁圈看了都得喊：慢下来，我跟不上了啦！正常运营350公里每小时，上海到北京只要4小时多一点，省下的时间够你追完一部电影。京沪高铁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C2400， 也称复兴号，动力系统、空气动力学设计全是黑科技，跑得快还稳，坐上去就像在沙发上滑行，连杯水都不会洒。中国高铁的信号系统和调度技术全球顶尖，准点率高达90%以上，迟到晚点到站。
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全线还有防风、防雨、防雷设计，台风来了照跑不误。京沪高铁每天运送几十万人，商务人士、游客、学生全靠它，沿线城市经济也被带动得飞起，堪称中国经济的高速引擎。京沪高铁比飞机省油，比汽车快。京沪高铁还是绿色出行的标杆，碳排放第一道让环保人士都想给它颁个奖。这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，更是中国速度的代名词，全球看了都得说，这速度真的有够夸张了。第12名，世界最大水电站。三峡水电站坐落在长江上，装机容量高达2250万千瓦，年发电量超过1100千瓦时，够好几个小国家用一整年。这电力怪兽不只是发电，还能防洪航运，简直是全能选手。三峡的发电量有多夸张？如果把电量换成灯泡，能点亮1亿个100瓦的灯泡，亮到外星人都能看到你。它为中国提供稳定电力，工业、居民用电全靠它撑腰。三峡大坝长2300多米，高185米，建的时候得把长江掐住，施工精度要求高到连一根头发丝的误差都不行，全球工程师看了都得喊，这技术太硬核了。三峡能拦住长江洪水，保护下游几亿人免受水灾，每年汛期就像个超级英雄，默默守护江汉平原的安全。三峡的船闸让万吨级货轮畅通无阻，长江航运效率暴增，货运量直接翻倍，经济效益杠杠的。建三峡时，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是个大工程，中国投入巨资保护环境，迁建新城，展现了建得好也要管得好的责任感。三峡水电站不只是电力工厂，更是中国基建的金字招牌，真的有够猛。第11名，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。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大到吓人，交易额稳坐全球第1宝座。光是双11一天，淘宝、京东就能卖出几千亿人民币，买家剁手剁到手软，卖家数钱数到笑开花。中国电商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万亿人民币，占全球电商市场的50%以上。从衣服到家电，从零食到汽车，啥都能网上买，速度快到早上买下午到。每年11月11日，中国的光棍节变身全球购物狂欢节。2024年的双11，阿里巴巴和京东的交易额又创纪录，全球其他国家的黑色星期五看了都得甘拜下风。中国电商平台用 AI 推荐、直播带货、大数据分析，把购物体验搞得像玩游戏一样顺。主播一句买它，粉丝就能清空库存，效率高到让商家乐翻天。中国快递网络覆盖全国，连偏远山村都能送货上门。双11期间，全国快递小哥一天能送几亿件包裹，速度快到你怀疑他们会飞。中国电商市场这么大，国际品牌像耐克、苹果都得来分一杯羹，消费者选择多到眼花，价格还比实体店便宜，难怪全世界都羡慕中国的网购天堂。这电商市场不只是买东西的平台，更是中国消费力的超级名片，这剁手速度真的太夸张了。第10名，世界最长高速公路网。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，够绕地球4圈还多。从北方的冰天雪地到南方的椰林海滩，高速公路串起全国，堪称陆地航母。截至2025年，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稳坐世界冠军，甩第2名好几条街。全国90%以上的城市都能靠高速直达，开车从北京到广州，中间还能顺便吃碗兰州拉面。中国建高速公路的速度快到吓人，平均每年新增几千公里，工程队就像在打印公路，复杂地形、极端天气都不怕，隧道、桥梁随便盖，展现了中国速度。中国高速公路不只是路，还装满黑科技， ETC 自动收费、智能导航、无人监控，路上跑得顺道你以为在玩赛车游戏。
高速公路网让物流快到飞起，快递从上海到西藏都能隔天到。这就是为什么双11的包裹能这么快送到你家，全靠这张公路网在撑腰。高速公路串起城市和乡村，带动旅游、贸易、产业发展。沿线的小城市都因为它变成经济新兴，堪称中国经济的加速带。这高速公路网不只是交通网络，更是中国基建的闪亮招牌。这路修的速度真的有够夸张了。第9名，全球最大港口上海港，全球货运的超级中枢，年吞吐量稳坐世界第1宝座。2024年处理超过4900万个标准货柜，堆起来够盖好几座101大楼。上海港占地面积大到可以塞下好几个小镇，码头、仓库、货柜堆场忙得像过年，货轮进出频繁到像在开派对。全球贸易的命脉10之8九都跟这港口有点关系。全自动化码头用上 AI 和无人驾驶技术，货柜装卸快到你还没喝完咖啡，货已经上船了。平均每小时能处理几百个货柜，效率让其他港口看了都得喊投降。上海港用 5G 网络智能调度系统，管理货物流转像玩游戏一样顺，从货物追踪到船只调度，全程数字化，精准到连一根针掉海里都能找到。从电子产品到服装，从汽车到水果，你手上买的进口货，很大概率就是从上海港飘过来的。它连接全球200多个港口，堪称世界货运的总枢纽。上海港还在推绿色能源，电动货车、太阳能供电，环保做的滴水不漏，证明了上海港想赚大钱也能爱地球。上海港带动长三角经济腾飞，创造无数就业机会，附近城市都因为它变成贸易明星，全球商家都想来这分一杯羹。这吞吐量真的有够夸张了。第8名，世界最大 5G 网络。中国的 5G 网络基站数量全球第1，覆盖面积大到夸张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建成超过350万个 5G 基站，城市、乡村甚至偏远山区都能连上高速网络，刷视频、打游戏完全不卡。从北京的胡同到西藏的高原， 5G 信号强到你在大山里都能开直播。全国90%以上的人口都能用上 5G， 覆盖率让其他国家看了直接羡慕嫉妒恨。5G 下载速度动不动就飙到每秒1-2千兆，比 4G 快10倍。一部高清电影几秒钟就下好，缓冲。那是什么？好吃吗？中国 5G 用的是自主研发的技术，华为、中兴等企业把基站、芯片做得又快又稳，低延迟、高容量，完美支持无人驾驶、远程手术、智慧城市，未来感直接拉满。5G 不只是让你刷抖音爽，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、远程医疗全靠它。比如工厂里的机器人，医院里的远程手术刀，都靠 5G 的零延迟撑场面。中国 5G 专利占全球40%，技术标准制定也带头冲。其他国家还在铺 4G 的时候，中国已经把 5G 玩到飞起，妥妥的网络霸主。5G 网络带动数字经济狂飙，直播电商、云游戏、虚拟现实全开花，创造的 GDP 比你家 WiFi 密码还长。这 5G 网络不只是快，更是展现了中国科技。这网速堪比你家的插座开关。第7名，全球最多专利申请。中国的专利申请量稳坐全球第1宝座，数量多到吓人。截至2024年，中国每年专利申请超过400万件，甩第2名好几条街，堪称创新脑洞的宇宙工厂。400万件专利是啥概念？如果每件专利印成一张纸，堆起来比马来西亚双峰塔还高。从手机芯片到无人机，从高铁技术到新能源电池，中国人脑洞大开，啥都能申请专利。别以为只是数量多，中国的发明专利占比逐年攀升。AI、5G、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专利占全球40%以上，国际大厂看了都得喊佩服。华为、比亚迪、
腾讯这些大厂，专利申请多到像在搞批发。华为光在 5G 领域的专利就领先全球，技术标准制定都得听它的。不只是大企业、中小企业、大学，甚至个人发明家都在狂申请专利。从智能马桶盖到太空探测器，中国人的创意根本停不下来。专利多，意味着技术强，技术强就等于钱多。这些专利推动了新能源、电动车、芯片产业飞速发展。全球市场都得看中国脸色。中国专利申请不只在中国国内用，还出口到全球，国际专利申请量也名列前茅，证明中国制造已经变成中国创造。这专利申请量不只是数字，更是中国创新的代表。这脑洞真的有够夸张了。第6名，世界最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。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坐全球第1宝座，风电、太阳能加起来超过10亿千瓦，够给好几个国家供电，还绰绰有余。这绿色能量让地球看了都想点赞。截至2025年，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约4亿5千万千瓦，太阳能约5亿5千万千瓦，合起来比全球第2名多出一大截。风车转得像跳舞，太阳能板多到像铺满沙漠的闪亮地毯。从内蒙古的风力发电厂到新疆的太阳能基地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遍布全国，连偏远山区都能用上绿色电力，环保又实用。中国自主研发的风电机组和光伏面板，效率高到让国际同行都得喊牛。比如单片太阳能板的转换效率已经突破2.5%，发电像在印钞票。可再生能源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几十亿吨，等于要种几十亿棵树才能消化。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，环保我们是认真的，蓝天白云靠我们守护。风电、光伏产业带动上千万就业机会，相关企业像隆基、远景能源赚得盆满钵满，还出口技术到全球，妥妥的绿色金矿。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建设速度甩其他国家好几条街。中国的绿色能源是全球减碳的主力军。这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不只是数字，更是中国环保的金光招牌。第5名，全球最长地铁网络。中国的地铁网络总里程稳坐世界第1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地铁总长超过8000公里，够从台北到台南来回跑好几趟。上海、北京的地铁站多到你会迷路，堪称地下交通帝国。全国40多个城市有地铁，上海地铁光一条城市就快800公里，线路多到像蜘蛛网，站与站之间换乘顺道，你以为在玩传送门。中国地铁不仅长还快，有些线路时速飙到120公里。早上从家到公司，奶茶还没凉就到了。上海地铁日客流量破1300万，忙到像在开演唱会。地铁建设用上全自动驾驶、智能调度，车厢里 WiFi、空调一应俱全，刷手机就能进站，方便到你怀疑票价是不是写错了。从1线城市到2、3线小城，地铁网络串起城乡，连郊区都能搭地铁去吃夜市。北京地铁覆盖整个城市，换乘站多到让你觉得去哪都行。地铁带动城市发展，沿线房价、商场、就业机会全暴涨。一站开通，周围就冒出新商圈，堪称城市经济的加速器。第4名，世界最大核聚变实验装置。中国的人造太阳 EAST 全名先进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，坐落安徽合肥，全球最大的核聚变实验装置，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，比太阳核心还热6倍。这装置是人类追逐无限清洁能源的超级王牌。1亿摄氏度是啥概念？铁放进去瞬间气化，连钻石都得喊救命。EAST 能把等离子体加热到这种高温，还稳稳控制住，技术硬到让全球科学家都得鼓掌。EAST 用超导磁体把高温等离子体锁在真空室里，像把太阳装进瓶子。
它保持等离子体运行超过1000秒，创世界纪录，离实用核聚变又近了一大步。核聚变不像核裂变，没啥辐射废料，燃料从海水里就能取，成本低到像白捡。一旦成功商用，全球能源危机直接说拜拜。EAST 的超导技术和高温控制甩其他国家好几条街，国际核聚变研究都得看中国脸色，合作项目像 ITER 都抢着跟 EAST 学经验。EAST 不只是实验装置，更是人类能源未来的希望。一旦核聚变商用，电费可能便宜到你想开一整天冷气都不心疼。EAST 带动高科技产业链，从超导材料到精密仪器，安徽合肥都因为它变成科技新星，全球投资都想来分一杯羹。这人造太阳不只是科技玩具，更是中国未来能源。这项研究在未来一定有热度了，超赞！第3名，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坐落江苏无锡，曾经是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，峰值算力高达93亿亿次每秒，也就是93 petaflops， 稳坐世界第1宝座。这算力怪兽快到啥程度？普通电脑算1年，它1秒就搞定。93亿亿次是啥概念？如果全人类每人拿个计算器一起算，得算几百万年才能赶上它1秒的运算量。从破解密码到模拟宇宙，它啥都能干。神威太湖之光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深威芯片，摆脱国外技术依赖，性能强到让国际同行直呼中国。你这是开挂了吧？天气预报准到能预测你家门口啥时候下雨，基因研究快到能帮你找到长寿秘诀， AI 训练猛到让机器秒变学霸，全靠这台超算撑场面。神威太湖之光曾连续多年霸榜全球超算 TOP 500，至今仍是中国计算能力的金字招牌，国际科研团队都抢着跟它合作。超算带动高科技产业，芯片、软件、数据中心全开花。无锡因为它变成科技新星，吸引全球目光和投资。别看它算力猛，能耗却控制得超好，效率高到让其他超算看了都得喊省电大神。第2名，世界最大消费市场。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大到逆天，14亿人口的购买力稳坐全球第1。从奶茶到豪车，从手机到房子，中国人买啥都猛。市场规模超过18万亿人民币，全球品牌看了都得喊我的天！14亿人，每人买杯真奶都能让奶茶店赚到翻。2024年，中国零售总额占全球30%以上，甩第2名好几条街，消费力直接撑起全球经济。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带飞线上消费，双11一天就能卖出几千亿。快递小哥忙到像在跑马拉松，线上线下无缝衔接，买东西比点外卖还快。从奢侈品到平价快消，从新能源汽车到智能家电，中国消费者啥都敢买。年轻人爱潮牌，中老年人买保健品，市场多样到让商家乐开花。耐克、苹果、爱马仕，哪个大牌不得来中国开店？中国市场大到全球 CEO 都得学2句中文，谢谢你和我爱你，不然生意都谈不下来。直播带货、短视频营销火到不行，主播一句上车，库存秒清。加上国潮崛起，中国国货品牌像李宁、华为卖得比洋货还猛。消费市场拉动 GDP， 带动就业、物流、制造业全线开花。每年的消费热潮都像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，全球经济都得看中国脸色。这消费市场不只是买，更是凸显中国经济能力。这剁手力不说了，我快看看自己的钱包，简直是泪流3尺。第1名，全球最快经济发展速度。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堪称经济史上的外挂，从改革开放的起点到2025年 GDP 从几千亿人民币暴增到超过120万亿，稳坐全球第2大经济体。这速度快到啥程度？40多年从穷小子变全球大佬，其他国家得跑几百年。
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增高达9%以上，全球其他国家还在慢慢爬，中国已经像开火箭一样冲上天。2024年，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近20%，影响力直接爆表。从制造业到科技，从农业到服务，中国经济啥都强。高铁、5G、电商、电动车，样样全球遥遥领先。经济结构像个全能选手，啥都会。改革开放、精准扶贫、一带一路，中国用一系列神操作把经济推上快车道，政策精准到像在玩经济版精准打击，效果好到让经济学家都得鼓掌。中国市场一打个小喷嚏，全球经济都得感冒发高烧。从出口商品到吸引外资，中国的影响力让国际品牌投资人都得排队来朝圣。经济发展让14亿人日子越过越好，中产阶级人数暴增，买车、旅游、吃大餐都不在话下，农村也翻身，脱贫人数超过8亿，堪称人类减贫史奇迹。中国还在冲刺新能源、AI、太空科技，经济速度不减反增。未来10年，全球经济舞台的主角80%还是中国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看完这中国15个世界第一的超猛之旅，是不是觉得心跳加速、热血沸腾，整个人都想站起来鼓掌了？从港珠澳大桥的基建狂魔，到人造太阳 EAST 的宇宙级黑科技，再到经济增速快到像开火箭，中国这15项世界第一，每项都猛到让全球喊老铁666。从科技、基建到消费、环保，中国用实力告诉世界，我们不只行，还行到炸裂。想重温这波震撼，快去把完整长片分享给朋友，记得订阅加点赞，一起为中国这宇宙级操作疯狂打 call 吧。接下来你还想聊啥？说说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